第114章中年男人。我把场子给清了，然后选了一个空荡荡的会议室。我终于看到老彭狼狈的模样了。这家伙脸上被抓了几道血痕，头发乱糟糟像叫花子，牙齿还在冒血呢。山东侠女双手叉腰像母老虎一般居高临下，那架势真骇人。我实在是忍不住想笑，憋得特别难受。但是这个时候一笑就要坏事了，准要把事情搅黄。所以我冲着老彭道：老彭啊，老彭，你是什么情况啊？你这样坦白从宽，我帮嫂子做主了，你把事情交代清楚。老彭人聪明，一听我这口吻，他忙哭天喊地的喊冤：老弟，这真尼玛是鬼缠身了，就是我们学高尔夫的那个会所，那个姓蒋的女人，这女人阴啊，说是让我去戴维斯酒店练挥杆，尼玛竟然跟我玩仙人跳啊！我他妈一听就差点破防了。我心想，老彭啊老彭，你他妈家里啥条件你不知道吗？这条件就别出去招惹女人了，硬是骚劲儿憋不住就玩鱼缸游戏得了，反正走肾而已。你倒好，和人家约到酒店去了，回来编瞎话也他妈没说服力啊！真实情况我心知肚明，这个时候我不能让老彭走上绝路，当即便道：彭哥，他妈的是不是那个奖励？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，上一次老子也差点啄了他的道。我立马面向山东侠女小潘，振振有词的道：嫂子，这事儿绝逼不能怪彭哥，这个奖励绝对是个心机女，他妈的可能专门就针对有钱人下套的，彭哥应该是上当了。嫂子，这事我能用人格担保。老彭一听我说的这么振振有词，他又哀嚎起来：老婆啊，你看陈老弟都说我是上当了，您怎么就不信呢？我真的是上当了啊！妈的！山东小潘冷哼一声，转身就要走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老彭却上前抱住了他的双腿，道：老婆，您千万别走啊，有话好好说，好好说。这下轮到我懵逼了，我心想这个时候潘女侠走了不正好吗？你老彭抱着人家的腿干什么？犯贱吗？山东女侠冷哼一声：姓彭你松不松手？你们不是说这个姓蒋的娘们有问题吗？老娘去把她揪过来，你们当面把事儿说清楚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。我一听这话简直是惊呆了，目瞪口呆，这娘们也太虎了吧！我也明白为什么老彭要拼死抱腿了，让这女人去高尔夫球会所闹一通，那老彭还混个屁啊！一念及此，我道：嫂子，你冷静，千万要冷静，您和彭哥都是千万身家的人，那姓蒋的女的就是个穷屌丝，人家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我穷我有理，你们身家性命那么贵重，你跟人家拼得起吗？这万一要出点事儿，亏的只可能是你和彭哥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真的是把自己干销售的所有本事都施展出来了，老子对付老黄的时候都没有这么累过。吃醋的女人啊，那就不是人类生物。我今天总算领教到了，本来我想着来黄金锁业这边点个卯，老彭有什么事儿最多1个小时搞定，结果硬是待了一整天，一直磨到吃晚饭的时候，潘女侠似乎才缓过那股子劲儿来，两口子总算勉强说和了。吃了晚饭，老彭非得又拽着我去吃烧烤，我心知肚明，知道这家伙有话跟我讲。在烧烤摊我问他：彭哥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彭洪波捶胸顿足的道：我和 Lucy 都约上了，正要来事儿呢，小潘冲到酒店去了，抓了一个现行。他妈的！我捂着肚子笑，这里没其他人了，我不用别笑了，所以笑得肆无忌惮。我说那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以后高尔夫这3个字提都不能提了，待会儿你去我办公室把所有的装备都清走，一件跟高尔夫相关的东西都不要留，知道吗？女人的联想能力很厉害的，保不准哪一天小潘看到了，他又想到了这一茬，那我完蛋。我道：彭哥，家有虎妻，你不发财都没天理啊！彭洪博叹了一口气，道：老弟，跟你说心里话，你嫂子是个好人，我们搞对象的时候，我就是个一穷二白的穷小伙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，从没有怨言。你说我们男人多少都有点那方面的毛病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外面还搞个外事，都是逢场作戏。我很想说你不是不想，而是不敢吧。不过老彭说出这番话，我还是觉得这人不错，算得上有情有义。我举起酒杯道：彭哥，来，咱们喝一杯，敬你和嫂子，祝你们白头偕老。老彭跟我碰杯，道：老弟，今天耽误了你一天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老婆比较欣赏你，觉得你是真有本事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江湖救急。我微微蹙眉，心想我跟潘女侠好像没有什么交集啊，她欣赏我，我马上想到了黄金锁业的几次招商会都是我主持的，好像潘女侠都参与了，但是平常她的存在感很低，首先她长相一般，另外她也很低调，就默默的干自己的事情，从来不摆老板娘的架子，我应该是忽略了。我跟老彭讲，说以后跟他出去玩都要小心，怕万一出事儿了，我的一条命都要跟着他完蛋。老彭嘿嘿一笑，道：要不今天喝酒了，去布吉走一走。我惊呆了。老彭道：这就是灯下黑吗？我出去应酬喝酒，老婆都从不过问的，去不去？还别说，那个场子真的让人念念不忘，我直接无语了。
我很想说，你脸上还有2条伤痕呢，你也不怕在那种场子上染上病吗？中年男人的龙精虎猛刷新了我认知的新高度了。提到了这事儿，老彭就不依不饶，非得要走。我说不去都不行，我只好给郑登打了一个电话，跑了一趟布吉。我躺在布吉的床上，身边的郑小军偎在我怀里，像一只猫一般。我忽然觉得这样可能还真不错，至少比老彭这样的要好太多了。我怀疑老彭就是被老婆管得太狠了，憋疯的。